还没有消息。回帝尊，下界都已经搜遍了，夜兰山人去屋空。我们在北海一带找到了玉云州，但将北海彻查，还是没有他们的下落。玉云州停在北海，只不过是声东击西的小伎俩。陶子期呢？还没有消息。还没有消息，那就是被困住了。把太优找过来。是。为何一直不告诉我，应渊就是少主，还要杀他？别忘了，你曾发誓永远效忠尊主，复必修罗全族。我是在帮他，他沉迷于情爱，怎当大人？必须经过磨砺，方能接过父族大业。那怨刃之刑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你怕是根本不想富足，只是想利用我们实现你的野心。你的真身在何处？你当真生了反心？枉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信你，听你使唤。就算你修得乾坤引又如何？应渊身怀尊主血脉，你敌不过他的。参见星君，这些都是我们燕望川星主精心挑选，送入神官林的祭品。吓到星君了，请星君降罪。不是你们叶望川怎么回事？连鱼都造。回星君，这是我们叶望川极名贵、极珍惜的3尺礼。行了，你们走吧。放行。我没事。一藏，多谢你了。天兵排查如此严格，若不是你帮忙，恐怕这神官林我们也进不来。咱们做了800年的朋友，你开口，我自然义不容辞。况且，从前冥王暴虐成性，多亏了银元帝君出手制裁，我们叶望川众生一直记挂这份恩情。众善缘结善果，过往种种，不必再提。3位去探查吧，我守在入口处，定掩护各位安然下界。多谢。是不是他？一会儿便知道了。是新月形状。芷溪曾经告诉过我，在创世之战当中，
帝尊为了拯救上古彝族血鹰，曾用神器新月刃剜下了自己的血肉喂鹰，血鹰一族才得以保存。可他身上的伤口却永远无法愈合，形状宛如新月。这是帝尊割肉喂鹰留下的疤痕。这具仙身是他。天帝的仙身被人施了傀儡术，假作还清藏在此处。如此看来，真正的天帝恐怕早就已经……那么现在的天帝就是还清本人了。究竟是何人，能如此瞒天过海？修复结界那日，帝尊曾抽出一缕元神阻止我入魔。如今仙身还在，元神尚存，我一定可以将帝尊复活。若帝尊能够被救回来，那还清的罪便可以招人若揭了。帝尊，帝尊，影月，吾守护了一生的秘密，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是还亲吗？原来是我错信了他。从一开始，这一切都是我知道的太迟了。奸人狡诈，这不能怪你。你是一个称职的帝君，如果你母亲在世，会很欣慰的。我母亲？不错。这九重天上，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修补上世元尊留下来的天魔结界？因为上世元尊冉青，就是你的生母。刃魂剑来！你母亲自爆元神的时候，震碎了玄烨的转息轮，转息轮的碎片就藏于刃魂剑中，其中保留了一丝残意。你母亲与玄烨的恩怨过往，便在其中。修罗族屠戮他族不义不公，若尔等再不停手，便是与我神族为战。没事吧？
多谢相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自己在这里？我出生后便阖家丧命，四处流亡，我没有名字。喂，冉青，修罗族挑起战火，那是迟早之事。此子身份不明，怎可长留于九重天？他生于祸乱，家人聚散，身份自然无人可证。我已探过他的妖缘，只是个灵力微末的妖族。若把他放回蛮夷，怕是必死无疑。修罗族士兵所到之处，从无活口。他如果真的灵力微末的话，怎么可能活着等你去救他？我赴战场便是为了救人，若因怀疑、怯懦，罔顾一人性命，谈何慈悲？冉青，好吧，我知道你宅心仁厚。这样吧，我传他些许神力，让他足以对抗普通的修罗族士兵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让他下界吧。能留存性命已是万幸，我不会得寸进尺贪图神力。冉青上神本是好意，我不应该让你为难。对了，这是给二位上神刚刚泡好的茶点，请二位慢用。上神，帝尊，小心啊，没伤到吧？没事，是我自己没有端好。帝尊，是我鲁莽了。这段时间，多谢上神相救，我愿即刻动身下界。冉青，你如愿了，别人逼我，你也入室。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碰到他，他在做戏。他伤势未愈，我送他下界。那我与你同去。不必了，仙神两界还需要你诸多照料。普天之下，尚无人能伤我分毫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上神，我是妖族，我们终有一别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修罗族野心勃勃，几次三番前来挑衅，所以那些仙神才疑心甚重。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你身怀天下安危，当以大局为重。只不过我常见你，彻夜讨论兵事。我本想着，或许能帮你些什么，只是没有这个缘分了。若是我能在战争中活下来，你来妖界寻我做客，为我取名可好？
一言为定。帝尊对于应渊来说，情谊深厚，如同父子。他如今知道了，他最亲之人是被多年好友所杀，定是痛彻心扉。哪怕是上神、帝君，也躲不过造化弄人。你是何人？修罗族大祭司凌江，参见少主。属下来迟，望少主恕罪。属下受桓钦蒙蔽多年，一直不知道少主您的真实身份。可恨那桓钦，身为修罗族人，竟会设计伤害尊主的儿子。什么？桓钦竟是修罗族人？可书上说，修罗族只有内丹，并没有仙根。那桓钦是如何修得仙灵、仙阶加身的呢？创世之战前，我们已经相识100年，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异样。桓钦是尊主最为得意，也是最隐秘的一枚棋子。参见尊主。种植仙根，需将你体内的修罗内丹击碎，还需将你全身的血液抽净，替神族这些。若不能成功的话，那便是死。要是能成功的修出仙灵，那么你也就是废人一个。桓钦自请前往九重天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为五祖大业，百死不悔。很好。桓钦竟然如此隐忍，怪不得能在天界潜伏万年。我和他并肩多年，他从我而心，竟然没有想到，他这场戏瞒过了所有人。所以你们尊主离世之后，修罗族一直是你们在掌管。是。当年我族败退，属下心有不甘，安顿好剩余的族人后，便去找桓钦，共图复族大业。当时桓钦还未被封为星君，他一再退缩，不敢担此重任，他将我藏了起来，说是容他考虑几日。过了几天，他拿回了一块百炼钢，说是此物让他下定了决心。百炼钢，原来他始终耿耿于怀。落叶之泽，沾衣是苦。桓钦，任你如何气势如虹，五祖依然是最后的赢家。我带你回去。
你昏迷以后，应元君去了修罗族的血洞祭坛，九死一生取回了他们的至宝生骨石。这生骨石修复躯体需注入大量修为，可惜我根基太浅，想帮也帮不上忙。最后是应元君耗费了自己大半的修为，这才帮你把手接好。应元，谢谢你。我还以为我要做一辈子残废了。你我并肩作战多年，你已经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何况，你为破敌断手，就算没有私情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你这一掌断得不亏，自和修罗族开战以来，能成功斩杀修罗族大长老的，你可是第一人。听说帝尊近日就要册封第4位帝君，要带着4大帝君一起攻入修罗王城做最后的决战。这个位置肯定是你的，你就要名留仙史了。还清接旨。号称天极，奏禀八方，先君还清统领天兵千载，有万夫莫挡之勇，立下不世战功，振兴甚慰，6界幸甚。即日起，禁卫赐封冀都星君，掌部兴亭，司州天星宿。谢帝尊，还清定当尽心尽职，不负帝尊厚望。帝尊挂念星君，还特赐了一样宝物。百炼钢，此物至坚至柔，炼成法器，可得万种变化。帝尊将它赐予你，可见对你的爱重。承蒙帝尊厚爱，还清喜不自胜。一个人喝闷酒呢？白白浪费你的仙力替我续手，恐怕帝尊以后再也不会让我领兵了。哎，听闻你刚封了帝君，恭喜啊！帝君啊，可否陪小仙喝一个？你体内怎会有修罗之气？难道你在血洞祭坛里被修罗鬼面蛛咬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寻常人如此早已暴毙，为何你的血液中仿佛在压制着他？难道你是修罗族后人？还清，其实我的母亲是一名曾被修罗族蛊惑的无辜小仙。你为我以身犯险，才导致身份暴露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将此事说出去的。不过你在进位帝君之时，要与天地立命，届时你的血缘一定会被发现。帝尊治世严苛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月渊，你还是快走吧，我护送你离开天界。还清，帝尊知道我的身份。他知道你是修罗族人，怎会容你至今？还封你做帝君啊！帝尊说，有此血脉，更当竭尽全力
为天界尽忠。玄烨死后，他便与修罗族断了联系。还清这个暗器没了主子，变成了废子。他或许曾经想过就此做神仙，这才拼了命的为天界出征。奈何帝尊青睐的人并不是他，他有一腔做帝君的心，怎能耐得住不兴挂月的寂寞？当年他知我血脉，仍当我是朋友，我一直心存感激，视他为知己。现在想想，他出身于修罗，心中滋味定是复杂难言，这一切也便化成了恨意。少主，还清此人不足为惧。既然我已经找到了您，那么沉睡万年的修罗族随即便将苏醒。你打算如何做？只要您将压制血脉的天地元神抽出，释放您体内的修罗神力，当年死于创世之战的族人们便有复活之日。你都已经知道了？是。仙魔大战，还清吞噬了天地仙灵，却始终无法将其彻底杀死。当我得知您是尊主之子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无所作为，竟是被天地所压制住了。属下等这一日等了许久，想不到尊主竟有血脉存留，当真是天命所归。少主，您放心，修罗族全体族人定会像供奉玄烨尊主一样供奉您，不日，您便会修得无上神功，为修罗族重振荣光。少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记着，我永远不会是你的少主，我是青离帝君应渊。傀儡术是魔族秘术，外界知道的人很少。我们要想揭穿伪帝的话，必须先找到柳微阳、陶泽七说，他们被分别关押在某处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线索。愿意放弃仙籍跟邪神在一起的人是他，对天庭御赐的紫焰簪十分珍视，日日痴望的人也是他，眼中相思无物。可我总觉得这里面透着一丝的古怪。是时候该弄清楚他真正的身份了。我有一个办法。龙尊，龙尊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于墨哥哥他们回来了，可是出什么事了？龙尊，您不能为了于墨殿下罔顾南海子民的性命啊！您用结界封闭了所有通道，令南海无法向外界传信。但很多水族的亲人在天庭服侍，如果久收不到家书，南海的异常一定会被天庭察觉的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于墨哥哥无处可去，我不能赶走他们。这样，你悄悄去告诉那些有亲人在天庭的水族，每日辰时，让他们把家书放到天河。届时，我会开启天河的结界，让他们的家书顺着天河送到天庭，消解天界的怀疑。切记，此事一定要做得隐秘，要找信得过的人。是。去吧。于墨哥哥让我试探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急不可耐。
你真的和天帝在勾结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信你送不出去。我是心急想救玄香，所以传信给昔日天庭的姐妹，想让她们帮忙。你认为我们会信吗？纵然你有千般苦衷，或是受制于人无法开口，若你真的爱柳维扬，他如今生死未卜，唯一能救他的就是我们，你为何还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？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害你们。进入南海以来，你们商议任何事情都逼着我。我明白，亦没有资格要求什么。但我担心玄香的心情，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分。无论你现在怎样辩解，我都不会再信你了。抱歉了，陶姐姐，现在必须要将你先关起来了。龙尊招揽，整个南海已被我天兵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四海水族免遭战火，请速速交出天庭叛党。龙尊，天兵来了，他们围住了龙宫，说要搜查天庭叛党。可以啊，书信已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真的不是我。你别再装了，你真正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，并非是那封信，对吧？我们给了你可乘之机，并不是因为你表演的无懈可击，而是因为哪怕我们怀疑你，我们也不愿意伤害曾经的朋友。他不会轻易承认的。我们得立刻离开南海。天兵突然发难，定是得到了我们的准确信息，不找到我们，便不会罢休。断不可祸及南海。赵兰，你是龙尊，如果发现我们在这儿，当以四海为重，知道吗？明白。云墨哥哥，南海有一密道可通往外界，不过带上他吧，无论他是不是伪帝的人，如果丢下他，我们就彻底失去线索了。你们先走。走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条路久许回肠。陶子期，为何总是有追兵跟着我们？若非昭兰提前告知的话，我们都会迷路。这也太不合常理了。陶姐姐，你刚才为何要替我挡这一剑？本能而已。谢谢。不过，我怀疑你这个伤口有蹊跷。原来如此，他中的剑带有追息香，会暴露行踪。陶子期，你曾经亲历仙魔大战，不可能不知道此物吧？你们怀疑是我故意引来追兵吗？倘若中间的是颜淡，一样也会染上此毒，我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倘若你们不信我，把我扔给天兵便是。我宁愿一死，以证清白。想得美，放你回去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你现在是一条线，线的那头连着天兵，只有杀了你，断了线，我们才能走得出去。不可，他线的另一端是柳维扬，若是把他杀掉，无法向柳维扬交代，
况且昔日仙魔大战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调查清楚，他是当年的亲历者，他不能死。现如今，我们还是赶紧找到出口，先出去吧。这鼎炼了万年仙丹，克制一切水火，能破上神仙防，不好对付。这伪帝还真瞧得起我们，居然为我们定制了法器。再这样下去，周身一旦损毁，将会四分五裂。严旦！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！走！快回来！我们必须掉头回去，来不及了。天兵抓走了严丹，会立刻回去复命。我早就看你有问题，我就应该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引来追兵，严旦也不可能被抓走。如果能由我自己换回的，我一定头也不回地跳下去。云墨，你现在杀了他也于事无补。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要冷静。一旦冲动的话，严丹只会更危险。醒了。早就听说严旦姑娘的奇艺。冠绝三界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和你对弈了。这是应渊兵书上的最后一局。你想利用我破了此局，来防范应渊的调兵布阵，对吗？听严旦姑娘的语气，似乎把吾当成了敌人。政见不同，方可成为敌人。你2次叛主谋私。背负了无数血债，你是3界共仇的罪人，修罗族还清。不错，我还清是3界的罪人。那应渊呢？他可是3界的功臣，他2次背叛你，叫你生不如死的时候，置你于不顾。那他这个功臣和我这个罪人，孰优孰劣？我与他之间的事情我都清楚，他从来没有负过我。今日我在这里，也是自己的选择。倒是你，除了对得起自己，还对得起谁呢？你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威胁陶子期，宁愿放弃自己的性命也要帮助你的？吾从来没有威胁过陶子期。好了，不做口舌之争了，猜一猜，这个棋局孰胜孰败？这样吧，3界为盘，你命为棋，说不定这次应渊他会心甘情愿地败。真有意思，我帮你。
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你个孱弱的莲花精，还妄图杀吾，真是自取其辱。可就算像我这样的莲花精，我也看不起你。我至亲皆是你所杀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你的至亲是吾杀的吗？九旗灭族是那个天帝亲自下发的命令，北冥仙君到战场也是那个天帝调派的。只惜，若不是他要相助应渊，我又何必杀他？你只不过是在为你的利益狡辩而已。吾的利益创造了3界的福祉。你终于承认了吧？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并非是为了修罗族，也并非是心怀大义，你只是为了你的野心，还有你的地位。那应渊口中的大义呢？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？是，吾是修罗族人，可你千万别忘了，应渊是修罗族少主啊。他和你不一样，他虽然有着玄烨的血脉，可他从未行过一件不义之事。幼稚，燕丹，你只是个小小的莲花精，天下大义与你何干？如今我便是天道，你口中所谓的大义，只是一句屁话。请吧，如果你不下或者故意下错，天雷便会劈于你身，连续3子下错，棋局自会重设，困局不解，天雷不止。以你的道行，争不过100道天雷。桓清，你记住了，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恶有恶报，早晚会受到天谴的。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现在吾已在宫中备好了茶水，等着应渊过来欣赏他的挚爱遭受痛苦。当年他的父亲为了一个冉青，致使修罗灭族。今日吾便以你的命断送他的一生。快哉，快哉！